是他。彩儿，龙浩辰，是你吗？是我。这么巧又遇到了。那送我回去，好吗？好。又是这小子！大小姐在这站了2个小时，就是专门在等他，而且怎么又牵手了？干脆做了这小子吧，看着就碍事。别急着动手，再观察观察。好香啊！哎，我怎么闻不到香气？在那边。是这儿，有柑橘的香味，还有很多其他果树的香气。是吗？我好像只能闻到橘子的香味，其他的就很难闻出来。眼睛看不见的话，嗅觉就会敏感许多。那我也试试。我把眼睛闭上了。原来苹果的香气这么美。那边是桃子的味道。那边是不是有梨子的香气？不是，是蜜瓜。原来，这就是彩儿眼里的世界。他们在干啥？不会在谈恋爱吧？这小子配不上我们大小姐！
别急，他罪不至死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收住。漂亮！我到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我是说，感觉和你待在一起，时间就过得好快。走太快了吗？是可以再走慢点儿。不是，我是说，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我明天还要出来办事，不过可能会久一点。你愿意送我回来吗？好，那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你。臭小子！蓄势好像能促进灵力液化，我得多试试。将所有的灵力慢慢的通过蓄势汇聚于一点。圣隐灵炉居然在主动吸收蓄势后的灵力，这种情况是灵炉要进化了，好机会，将所有灵力都引导进圣隐灵炉中。成功了！圣隐灵炉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进化，而且进化后的灵炉还多了一个孕育的能力，能将灵力直接压缩成液态。这就是液态灵力。只可惜还是不太稳定。当圣隐灵炉压缩出稳定的液态灵力，我也许就能突破5阶。再来！经过前2日比赛，本届刺客殿还剩12名参赛选手。今天将决出前10名，你们将同时进入场地进行比拼，并且可以使用任何手段。最先出局的2名选手将被淘汰，剩下的10名选手直接进入猎魔团。这次赛制好生讨巧，只要藏好，不成为最先被淘汰的，岂不就能直接进入前10了？枪打出头鸟，谁都不会当这个笨头鸟吧？现在入场，我倒计时10个数后，比赛开始。10、9、8、7、6。新来的吧？知道规矩还闹出这么大动静。5、4。怎么
瞎子。3，之前比赛从没见过他，那只能是前2轮员工。难道是武界2，1，开始！一个瞎子怎么会是武界？还敢光明正大暴露在所有人眼前？就算是武界，一个瞎子又能厉害到哪里去？只要淘汰2个人，就能进入前10。跟着他，就是要再淘汰1个人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你已经获得猎魔团名额了，明天记得来参加排名赛。排名赛我弃权。虽然这姐姐的确很强，但直接弃赛也太狂了吧！什么来头啊！影子大人，大小姐这样做合适吗？身为轮回圣女，她在本届刺客中早已无人能敌，她弃赛，才是对其他人的保护。我宣布，1号作为排名赛第1名，直接进入决赛，其余11人继续比赛。不是吧？这都可以？不知道他今天的比赛是否胜利。今天那4名武阶也要上场比赛了，但没想到第1场就是他，本届最强武阶。不过他的对手也是1名4阶巅峰的骑士，实力比5阶也差不了多少。他居然毫不在意。我认输。
如果是我遇到他，我该怎么应对？1号骑士获胜！好！杨老的孙子果然不错，本届最强武阶，名不虚传呐。哼，他算最强？4阶对上5阶，就连1招都难抵挡，必输无疑。输就意味着淘汰，失去进入猎魔团的资格，真是太残酷了。别太在意，你们才4阶，对所有职业而言，5阶和4阶本就是个分水岭。不过哪儿那么巧，只要不碰到他们就好了。啊！又一个5阶！不会吧，真撞上了？啊！没事的，老师，我已经渴望挑战强者很久了。是他，4阶对5阶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打。4号对97号，双方就位。可惜啊，97号这匹黑马，看来也只能止步于此了。是啊，4阶对上5阶，绝无胜利可能。他怎么不穿盔甲？重申一遍。不得故意伤害对手，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一方将被判负。你认输吧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比赛开始！听说你前2天一直凭借着这个技能取胜，省省吧。别在我面前使用这种垃圾技能，5阶与4阶的灵力差距，哼，胜负早已注定。灵力，并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。好，很好。快看，这就是液态灵力。5阶的标志，太华丽了！哎呀，这97号肯定完蛋！喂，你们俩给我闭嘴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们完蛋？教官，浩辰能打败4号骑士吗？很难。认输吧。释放液态灵力后，我的攻防都会大幅度提升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没时间完成蓄势。哈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今天就让我们教教什么叫强大。会神域格挡啊，还算是有点本事。可惜，你遇上的是我。浩辰，守护骑士因为攻击技能较少，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试更多比的是灵力的高低。谁能在防御的同时抓准时机进攻，谁就能获得胜利。你
就这点伎俩？流光之灭，光明之势为我守护，灵光轰起！哼！幸好有老师送的灵光护腕，一天可以激发3次灵光罩，每次维持1分钟。灵光护腕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，只是……哼，就凭这破龟壳，想撑到我灵力耗尽？别做梦！还不死心吗？教官，弟弟要输了！好整稳住，液态灵力化开的消耗是平常灵力的3倍。撑住了，只要放弃攻击，全力防御，就有机会拖到最后，绝地反击。光闪现！哼，可笑！圣光切断！在没有消耗掉对方的灵力之前，贸然攻击只会适得其反。97号选手，你是否要主动认输？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哇！教官，他这是将所有液态灵力汇聚进身，无视自身消耗，全力输出。一方面，他是觉得没有防御的必要；另一方面，他是打算速战速决了。光之重力！怎么回事？被困住了！你！这是什么技能？怎么跟个囚笼一样？教官，这技能我怎么从未见过？糟糕，这应该是传承秘籍。我们都大意了。面对5阶强者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液态灵力上。这秘籍，世间万物皆有引力法则。糟糕，不能动了！而人与人之间的法则，就是弱者要向强者低头。你很优秀，但我更强。教官，怎么办？弟弟他……这应该是控制系的秘籍，普通的技能根本无法破解。现在无论是灵力还是技巧上，这位5阶骑士都更胜一筹。守护恩赐，荆棘光环。浩辰想破开对方的防御，只可惜守护骑士的技能只有这些，他已经把他能用的全用完了。那弟弟怎么办？没用的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浩辰，你知道历史上为什么从未有过惩戒与守护兼修的骑士吗？一是因为先天内灵力，越是高阶的技能，就越需要更多的灵力支撑；二是因为精力，只有专精才能让修炼之路走得更长更远。一味贪多，只会让两边技能都无法修炼到位。而你，身为骑士殿史上第一个光明之子，你的天赋与领悟力皆异于常人。爸爸也相信你，可以付出更多的精力，保证两者兼顾。光护体。但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意义极其特殊，你将是整个人类史上第一个
也是唯一一个双修骑士。一旦你身份暴露，将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同样的招数用这么多次，你这是黔驴技穷了吗？这97号看起来不想放弃啊！再不拿出真正实力的话，可就输了。我向您承诺，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这个身份。还不认输？你可真是……不甘心！结束。本场比赛4号骑士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在这里捣乱。这是升天阵，惩戒骑士的技能，弟弟曾经在打碧绿双刀模式用过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惩戒骑士的技能？十字斩！闪电刺！如果说守护骑士最重要的是把握战场大局观，那么惩戒骑士就是要抓准敌方破绽，快准狠的进攻。等我拿回了武器，永远好看！黑色沙漠，我的黑色沙漠可以加强整个场地的重力，绝无这么多的可能。要施斩！怎么又是惩戒技能？圣剑！竟然是圣剑！这可是5阶惩戒骑士的最大杀招，它能压制一切黑暗力量，是高阶骑士御敌杀魔的神技啊！他怎么会？他究竟是守护骑士，还是惩戒骑士？不，他是双修骑士，就是同时修行惩戒技能和守护技能的骑士，但这种修行方式只存在于理论中。可从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我能看到的是，他受到的教学，无论是惩戒还是守护，都是最顶级的。不可能！历史上从没有人能够同时修炼惩戒与守护，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灵力！结束了，97号赢了，4阶也能打赢5阶，怎么是他？难道他是韩老家的没想？4号骑士失去战斗能力，97号骑士获胜，比赛结束。太棒了，浩辰，你太棒了！居然同时修炼惩戒与守护，你到底是自大的蠢货，还是真正的天才？怎么会输？我怎么可以输？不，我还没输。啊！我还没召唤坐骑，也没穿上盔甲，你怎么可能打赢我？4号骑士，你已经输了，请立即没输！再来，再来一次！放肆！4号骑士，回答我，骑士的10大守则是什么？哼，你是忘了吗？好，那你们来告诉他。先辈，常识、严厉、英勇、公正、牺牲。
在？否认失败，你的诚实何在？迁怒裁判，你的正义何在？谦卑、诚实与正义俱无，你又何来骑士的荣耀？你们再告诉我，荣耀是什么？荣耀即生命，荣耀即生命。能在20岁之前突破5阶，证明你天赋极佳。但骑士最看重的并非修为，而是心性。而你已经失去了骑士应有的心性，令骑士视为生命的荣耀蒙羞。依据骑士殿处罚规则，我宣布，你将被剥夺荣誉，骑士殿除名。剥夺荣誉，骑士殿除名。一旦被除名，就会背上终身无法洗脱的污点，千夫所指。圣骑士长大人，依据骑士殿处罚规则，我宣布，你将被剥夺荣誉，骑士殿除名。剥夺荣誉，骑士殿除名。一旦被除名，就会背上终身无法洗脱的污点，千夫所指。圣骑士长大人，你说，我的母亲曾告诉我，人无完人，4号骑士只是一时失态，并非有意冒犯。如果因此就将他逐出骑士殿，我认为这个惩罚太过严重，请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不需要你求情，你97号，你无需再劝，我意已决。即日起，4号骑士，骑士殿除名。另外，97号是本届唯一一个越阶击败对手的骑士，所以在下一轮比赛当中，他将获得一个轮空的名额。提前进入决赛，弟弟好棒！提前进入决赛，那不等于直接进入猎魔团了？还是骑士殿第一个进入猎魔团的人？是啊，难道圣骑士长认为他的潜力比那几个5阶还要高吗？啊，这个97号是什么来头啊？来自皓月分殿奥丁子殿，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地方，也能出这种天才？教官，你说圣骑士长找浩辰干嘛呀？仙儿，作为骑士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。糟了，圣骑士长不会因为刚刚浩辰给那位骑士求情，顶撞了他，所以来找浩辰麻烦吧？啊！教官，身为骑士，晋升，他们要回来了。你的弟子非常优秀，今日荣耀于他实至名归。我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，告辞了。弟弟，恭喜你获得本届猎魔团的首个名额，真给姐姐长脸。干得不错。不过刚才圣骑士长找你干什么？圣骑士长想让那位4号骑士做我的护从骑士，但我还没有答应。护从骑士？那是什么？与主骑士签订护从契约的骑士，就叫护从骑士。他们是坚实的盾牌，永远守护在主骑士身边，是绝对忠心的伙伴。一旦主人遇到任何危险，护从骑士都要舍身奉献。那在战场上，浩辰岂不是相当于多了半条命？因此，护从契约出现至今，自愿成为护从的骑士少之又少。像他这种天才做护从的，
自古以来更是绝无仅有。这事儿还真有点古怪。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儿。那家伙一看就不好相处，拽得2、5、8万似的。我也希望圣骑士长能打消这个念头，这样轻易决定别人的未来，对4号骑士并不公平。糟了，说好要去等彩儿的。老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弟弟这么着急赶回去修炼啊？浩辰这孩子向来刻苦，从来不让为师操心。不好意思，等很久了吗？彩儿，你怎么了？大小姐的杀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啊！肯定是因为这小子让大小姐等太久了，这回她死定了。到了。查清楚今天骑士殿的比赛情况，看看是谁让他受伤。另外，各式伤药准备1份，在他回去前送到他房间。遵命。
韩宇，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？这句话我已经听您讲了1万遍了，爷爷。1万遍？我看你哪怕听10万遍，你还是这个样。那您何必还要再把我叫过来？混账！我不把你叫过来，难道任由你在外面丢尽我的老脸吗？丢脸？你永远只在乎你圣骑士长的脸面，所以当初你才会下令让我爸妈去送死吧？再丢下我了，傻孩子！我命你即刻率军出发，镇守玉龙关。死守到底！直到现在，你还是不知错。我是骑士，你爸是骑士，你也是骑士。你爸明知凶险，却仍旧慷慨赴战，是为了骑士的荣耀。但你看看你自己，藐视对手，挑衅裁判，你觉得你还配做一名骑士吗？就你现在这样子，还想进入猎魔团，还想挑战魔神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你已经被逐出骑士殿。现在，要么拿着这笔钱给我走，要么你就去做龙浩琛的护从骑士。5年后，下一届猎魔团选拔赛时，我再让你重归骑士殿。真的想好了？说到底，你根本没有给我选择的权利。做他的护从骑士没什么不好，这样你还可以跟随他加入猎魔团历练，未来或许还能一同成就神印。够了，爷爷！是不是在您心中，我永远也比不上别人？圣骑士长大人，这是您要的关于龙浩琛的资料。果然，他真的是星宇殿主的儿子。全大陆最强惩戒骑士的传承，难怪如此优秀。说不定，他能改变韩宇这小子。怎么就不能体谅爷爷的用心呢？不过是一点小伤，彩儿竟然送来了这么多的疗伤丹药，那我更得抓紧时间恢复，以便应对接下来的比赛。今天我虽然赢下了比赛，但那只不过是侥幸。5阶与4阶之间的差距，仍旧犹如天堑。如果不是韩宇的傲慢，我根本没有赢的可能。而之后若是遇上那一位1号骑士，最强5阶，我又该如何应对？他一招就能让4阶巅峰的对手毫无还手之力，直接认输。用惩戒骑士的打法，我不如他的攻击强大。用守护骑士的打法，我不如他的灵力深厚。胜利雷姆在1对1的作战中也起不到很大作用。
而且皓月也还迟迟没有回来的迹象。那我若想取胜，唯有……爷，星宇大人的儿子是叫龙浩辰吧？见过他了。跟星宇大人不太一样，看起来过于温柔，而且才4阶。哈，听起来你有些失望。难道真是我小看他？为进攻而生的蓄势，独特的战斗技巧，甚至还兼修了惩戒与守护，就是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给我更多惊喜。真是越来越期待和你对上了，龙浩辰。就让我看看，你到底配不配得上最强惩戒骑士的传承吧。与韩羽一战后，我已经摸到了5阶的门槛，只差最后的瓶颈突破了。这都多亏了林心的丹药，我的修炼速度才变得这么快。不知道他那边比赛怎么样了？1号对61号，双方入场。这61号虽然只有4阶，但却是大家公认的种子选手，全凭那颗火云晶，就能在5阶手里过几招呢。火云晶对法师增幅能力极强，却也极为难得。多少人在拍卖场等了好几年也没等到，他可真走运，竟然还有那么大一颗。打赢这场就能晋级决赛了，只是不知道对方的实力。怎么回事？灯怎么关了？在下魔法师1号，在这里向各位道声早安。切，就算是5阶，也不至于这么张扬吧？看1号这浮夸的样子，应该刚突破5阶没多久。凭我4阶巅峰的实力，再加上……哇，火云晶！哦，好厉害呀！他果然也忌惮我的火云晶，这场应该稳。巧了，我也有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一下啊，好像卡住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？那也是火云晶！我的天，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火云晶。1号选手不要再卖弄了，这可是猎魔团选拔赛，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他是5阶，火云晶还这么大，我唯一的优势都没了。小妹妹，你看咱俩这么有缘，都是火系魔法师，不如打个商量？啊！魔法无眼，况且我对一些5、6阶的魔法控制还不太熟练，万一不小心伤着你，那多伤和气啊！不如我做个简单的控火示范。
若你能做到阶界的程度，我就认输。怎么样？控火比试也好，看看他玩什么把戏。行，请指点。如果只是这种分量的液态灵力，我有火元晶的增幅，倒也能模仿出7、8成。哇，华丽的开始！这么大一只火复火，我待会儿真的能模仿出来吗？我要开始了。现在才算开始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钢琴都不知道，太丢人了。看好了呀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神乎其技啊！太浪漫了，我也想要。他对液态灵力的操控力居然如此纯熟，这小伙子绝不是刚进入5阶的新手。花里胡哨。这玫瑰看起来和真的一样，真是用液态灵力做到的。太美了，我怎么能比得过他？哎呀，我们魔法店竟有如此天才！看我干嘛？你们继续。控火，我比不过你。我宣布，本场比赛1号获胜，获得决赛名额。哗众取宠，华而不实。哪里华而不实了？李老，我看您刚才就一直不满意，难道是想打压他？那我可不答应了。你什么你呀？我会打压那小兔崽子？我骂我自己孙子，你们管不着。原来他就是林老家那个怪胎。彩儿，对不起，昨天我说好要提前来等你，结果还是让你等。没关系，是我今天出来的有点早。下雨了。
下雨也挺好的，能感受到更多。好像离天空也更近了。彩儿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什么每次见到你，都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想要了解你的一切，想要感知你的世界，但只要牵起你的手，好像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，只想一直牵着你走下去。我记得前面有个亭子。彩儿，别动。抓住了！抓住了什么？是萤火虫。妈妈说过，萤火虫代表希望。如果夜太深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就放一只萤火虫出来，让它带我回家。虽然彩儿看不见萤火虫，但只要我在，我就是你的萤火虫。我来带你回家。傻瓜。那如果让你永远都牵着我走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臭小子！老师，这么晚了，您还在等我？你还知道这么晚了？老师，我……哎，不用解释，人长大了嘛，有自己的生活很正常。老师很开明的，也一点都不担心。老师，您书拿到了。我主要是想给你讲一下明天排名赛的事情。你和你姐这次都通过了初赛，很不错。但这也象征着其他店的初赛也都结束了。每个店决出的前10名都将以本届猎魔团成员的身份进入决赛。但决赛前，各店内部还有一场排名赛。为了给新一批猎魔团成员增强实力，各店准备了一批优质装备作为排名赛奖励。但我希望你能保存实力，专心冲下一阶段的决赛。老师，与强者的战斗能帮助我更快突破5阶瓶颈，所以我不想错过。而且我还想要挑战本届最强。恭喜大家从138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，望各位参赛者继续努力比拼。接下来，店内排名赛抽签开始。啊，这9只骄傲也太倒霉了吧！又抽到5阶了。哎，不过人家可是本届唯一一个越阶挑战成功的天才选手呢。这场比赛谁输谁赢可说不准。这算是我们骑士店最强的2位选手对决吧？不只是最强，他们2个还是2位神印骑士的传承对决。从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渴望与他战斗。
有趣的家伙，终于等到你了。排名赛第一场，1号对97号。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比赛开始。那小子有什么好？知道大小姐每次天没亮就来等他。大小姐只是太无聊了。大小姐只是太孤单了。大小姐只是恋爱了。闭嘴吧你！别动，抓住了，是萤火虫。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吗？排名赛第一场，1号对97号。比赛开始。从小到大，我还从未输过一场比赛。你也是本届大赛我最期待的对手，所以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。你也是我最期待的对手。信念光环，守护恩赐，强击光环。弟弟竟然一口气释放了3个技能。面对1号这样的天才，浩辰只想全力以赴，挑战最强。身为惩戒骑士，他却只用单剑。声东击西，借力打力，好学校的攻击方式。我的攻击竟然像打在了棉花上。1号打得太轻松了吧？你既已不再隐藏惩戒骑士的身份，何不拿出点像样的进攻？很好，终于不藏了。喂，骑士殿没记载过这个技能吧？是秘技吗？这不太像一般骑士的秘技，充满着恐怖的杀气和威慑力。我喜欢。竟然是斗杀轩辕剑！斗杀轩辕剑是星宇殿主自创的惩戒必杀技，他是星宇殿主的弟子。不错，只是他的斗杀轩辕剑还不到家，而且因为灵力不够，连这一招1/10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。如果是星宇用，恐怕这个骑士试炼场都保不住。利用爆发的灵力制造剑刃旋风，封锁对手行动。再利用旋风隐匿身形，进而发动猛烈的进攻。斗杀轩辕剑可谓是天才般的技能，可你似乎根本没有领悟到这一招的真谛。
龙浩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升龙击！你根本不配星宇大人的传承。这招这么容易就被破了？他手上的传承之剑，竟然也有神印之力。想必你已经感应到了，不错，我同样也有神印骑士的传承。爷，星宇大人的儿子是叫龙浩辰吧？见过他了。跟星宇大人不太一样，看起来过于温柔，而且才4阶。听起来你有些失望。为了成为最强的惩戒骑士，你父亲一直是我追逐的目标，因此我早想跟你交手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惩戒骑士的战法弱爆！如果你的目标也是神印王座，光斩剑，那你的表现简直是在侮辱神印骑士的传承！太快了！弟弟，浩辰所有招数都已用尽，却还是没有一丝胜算。喂，星宇大人，还交给你什么？尽管使出来。去世，准备孤注一掷了。也好，让我看看会有什么惊喜。1号这家伙在卖弄什么呀？以为自己很帅吗？5阶欺负4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灵力的差距，阶级的差距，就是这么残酷。现在浩辰全力以赴的最后一攻，也算不留遗憾。耀日斩！如果只是这一招，未免有点让人失望。耀日斩！果然，你总是有后手。好险！浩辰！97号骑士，你是否要认输？剑都断了，这97号得认输了吧？刚才要不是1号骑士留守，他现在恐怕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爷爷，你选的人，终究还是败了。裁判，我还可以继续。我承认，你挺有天赋的，但到此为止吧。你已是强弩之末，再比下去对你有害无利。认输吧，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了。
1号骑士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也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全力，但我会用我手中的。这就是你的计划。先是尽可能熟悉对方的战斗意识，随后通过牺牲短暂的拉平等级差距，制造取胜的瞬息可能。但若真想击败他，你就必须与时间赛跑。这真的能做到吗？他的杀伤力与之前截然不同。我们真的不阻止他们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对决。圣剑。连最后一点灵力也要逼出来吗？龙浩辰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斗杀轩辕剑！
这招真正的样子吗？与星宇大人几乎一模一样。耀日斩！牺牲带来的增幅竟然这么强！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没到极限！上剑！最后一点灵力也要逼出来吗？龙浩辰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斗杀！轩辕剑！这才是这招真正的样子吗？与星宇大人几乎一模一样。教官，怎么都看不见了？我就想看见了星宇殿主。等，走，牺牲带来的增幅竟然这么强，连我的升龙击也无法破开。耀日斩！到了！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没到极限！居然一口气连斩18级耀日斩，好疯狂的进攻！没想到牺牲状态下的他，竟能给我带来如此庞大的压迫力。星海凌如，海灵犀。他想用全身所有灵力发出最强一击。好，比赛的确应该结束。血之怒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回缩了。这可是大小姐亲手抓的，这小子居然敢让大小姐等这么久。平时这时候，那小子早该到了才对。越想越气，我这就去灭了他！安静！啊！不行，我去查查那小子怎么了啊！他怎么还没来？难道比赛出事了？龙浩辰，这是他的灵力似乎在被体内的灵炉牵引压缩，是灵力液化，而且竟然这么快就稳固了。快看，那是液态灵力吗？武器，这
这孩子竟然在战斗中突破到了5阶，应该是牺牲带来的狂暴灵力，激发了圣隐灵炉的御功能，使他的灵力彻底转化成为液态，让他晋升5阶。神圣恩赐，97号还真是因祸得福啊！骑士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5阶骑士诞生了。浩辰，你这小子，一定要把自己逼到这种地步吗？这97号可真厉害，差点打成了平手。他应该没事了吧？这97号骑士也太拼了吧！这就是骑士的荣耀吗？1号骑士胜。龙浩辰，我们2个还缺一场真正的对决呢。小雨，但愿你能从龙浩辰身上明白，你现在缺少的是什么。龙浩辰在和姚文昭的比赛中受了重伤，失去威胁。嘿嘿，少爷今天又赢了，不愧是我们店的第1天才。岂止骑士店，他未来可是6大店绝对的王牌。以他目前的能力，恐怕我用单剑就能赢他。哼，那我就赌你会输给他。龙浩辰，你可不要倒下。1号骑士，我知道你很强，但我会用我手中的剑证明我自己。越界还能逼我使出双剑的人，绝无仅有。失去你这样一个有趣的对手，未来可就没那么好玩了。是谁？给我出来！杨文昭，魔音棍呢？5阶刺客，再不现身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不该上来。他，你是为了龙浩辰而来。你怎么伤的他，我就怎么伤你。居然是个盲女！不好，少爷房间有情况，所有人都给我上去，保护少爷安全。刺客店呢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住了，我们大小姐不喜欢被人打扰。
收出了这个好手。星海玲珑。海灵击，鬼刺，居然空手破了我的海灵击！少爷，识相的，赶紧给我们让开，不然……沙野大人，骑士殿与刺客殿向来关系最好，可像这样，不怕挑起两殿矛盾吗？到时候的后果，你可承担得住？只要你们不动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后果。月之路杀！你就是用这招伤的他。霸王刺，他居然硬刚我的攻击，这哪里像个刺客的战法？你到底想要怎样？你以灵炉伤他，那我就以灵炉破你的灵炉。切机刺，行事。难道真要被他逼得召唤坐骑了吗？你也知道六大殿本是一家，他与你同在骑士殿，你不一样重伤了他？可那是一场比赛！闭嘴！如果不是比赛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竟然失约了，他一定还在等我，一定等了我很久。我要去找他。